看高智商推理真是太过瘾了，这种堪比柯南式的头脑风暴，不到最后一刻真的永远猜不到凶手。原本案件十分简单，是一个著名歌星在演唱会上突然倒地身亡，其妻子竟说是丈夫让她在表演高潮时将控制手环电流的软件调到最大，用高频电流击穿她患有帕金森病的大脑，从而让她永远停留在最耀眼的时刻。而这份证言与尸检结果和手环测试完全吻合，唯一的难点是判断妻子属于蓄意还是雇凶。但让专案组万万没想到的是，前来参与供述的脑科专家何路，仅通过现场视频中妻子的表现，便当场断言。 진실이라 확신할 수 있습니까? 为了佐证自己的判断，他当即要求再次提审死者的妻子。他则在外观察其表现。不过，就算探长表现得足够友好，女人还是显得十分紧张，甚至呼吸都变得困难起来。眼看提审即将中断，专家终于及时登场。 잘 지내셨습니까? 难道二人是旧识？但女人却仿佛与他并不熟悉，甚至需要专家提醒一起参加过聚会后，女人才恍然记起，并迅速地同他寒暄起来。不过，在二人互相回忆过去的过程中，女人的紧张情绪终于得以缓解。 但专家却从头到尾都未提及案情，直到提审结束后。다 거짓말이라고요? 네, 처음 보는 사이입니다. 原来专家从未见过女人，更没参加过什么聚会，但女人又怎么可能记着见面的过程？ 그 이유는 정인영 씨가 베르니케 코르사코프 증후군을 앓고 있기 때문입니다. 这是种罕见的脑科疾病，患者通常因记忆力缺失，会通过他人的暗示出现虚构补充缺失记忆的行为。经过仪器的探查，果然发现女人下丘脑受损出血，大脑也出现萎缩，硫胺素更是处于极低的水平。 베르니케 콜사코프가 분명해요. 专家之所以判断她是这种罕见的疾病，正是因为提审时她一直手震，呼吸也是莫名的急促，还有鼻间毛细血管扩张的种种表现，这都是酒精中毒的迹象。而酒精中毒通常会导致硫胺素缺乏。 다시 해야겠는데요. 不过案子也并非回到起点，因为能同时知道丈夫和妻子均患有疾病的人并不多，眼前只有两个，一个是夫妻俩的经纪人，一个是治疗二人的脑科医生。探长当即提审了经纪人，但他不但没有作案动机，甚至在案发时还正给妻子打电话，通话时间更是横跨了整场演唱会。不过当要检查他的手机时，他却十分大方地交出了手机，这点反倒让探长感到一丝异样。但专家通过微表情观察，还是判断他要么心理素质过硬，要么说的都是实话。没办法，只能先去面会那个脑科医生。不过作为同行，二人相见免不了一番寒暄，但落座后二人却瞬间收起了微笑。探长甚至带来一段现场视频质问。 뭐라 하신 거죠? 原来医生当时也在案发现场，并在与死者的妻子错身时曾有过短暂的停顿。而通过唇语专家的鉴定，医生的话证实 당신이 죽인 거예요. 당신이 죽인 거야. 这句明显带有暗示的言语，无疑是造成妻子提供虚假证言的直接原因。但医生却矢口否认知道妻子患病的事，毕竟不是每个脑科医生都是专家。这种拍马的夸奖当即让专家喜上眉梢，但他还是迅速收敛笑容，说出一个震惊的真相。 사랑하니까요. 原来帕金森病根本不需要医生随行，但他不但出现在现场，还是第一个冲上舞台的人。只是这种猜测也无法作为呈堂证供。 팬으로서 김재원 씨를 사랑합니다. 아이 깜짝이야. 뭐야? 面对这种毫不相关的插曲，众人其实也并没在意。但当专家问医生患者是什么病时，他却毫无防备地不打自招。 제 담당 환자입니다. 언어상실증이죠. 真相已经呼之欲出，再多的解释也毫无意义。医生也不再多言，直接羞恼成怒地转身离去。而专家的笑容也变得十分玩味。 그 웃음의 의미는 뭐죠? 둘이 뭔가 아는 것 같은데 뭐예요? 原来大自然夺走一个人的能力，便会赋予他另一种能力。这对于失语者来说，他们的能力便是辨别他人言语中的起伏，所以很多失语者被称为人肉测谎仪。果然，当天晚上，医生便开车来到大桥上，在最后看了眼和死者的亲密照后，便将手机直接丢入河中，彻底销毁了二人曾在一起的所有证据。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的所有行为全部被一个人录了下来，而这个人正是经纪人。第二天，他便来到警局，将录到的视频交给了专案组，并说是得知妻子不是凶手后，他才怀疑到医生身上，甚至连跟2天才录到这个证据。不过，这种讨好型人格怎可能当得了经纪人？所以他的行为反而让专家更加怀疑。这时，他又突然想到，如果凶手另有其人，那么那人必须也有一部装有操纵手环软件的手机，那么经纪人的不在场证据也就不复存在。二人当即来到经纪人的公司，称有个案件调查需要他配合，然后专家便问了3、4个毫不相关的选择题。 유재야, 조용필. 조용필. 最后又拿出2个手机让他选择，最终彻底磨掉了他的耐心。 지금 뭐 하시는 겁니까? 장난하는 거예요? 왜 이런 말도 안 되는 질문을 하는 겁니까?
这种表现让专家彻底喜上眉梢，因为前几个看似毫不相关的问题，正是要利用他的谨慎，让他在谨慎中规避掉所有真实答案。 거짓말한 이유는 하나겠죠. 혹시나 김재원 씨의 죽음과 요절한 이들의 죽음을 연결시킬까봐. 专家再拿起一个手机，称这就是那个行凶的克隆机，只要还原手机中的数据，就能知道他是不是一边用耳机打电话，一边用克隆机操作手环软件。但专家是从哪里找到的克隆机呢？他根本没有，所以他们前脚刚走，经纪人便迫不及待地来到楼顶花坛，并从里面找出了那个行凶的克隆机。专家这时也突然从身后出现，并对他主动提交证据表示感谢。就这样，真凶终于落网。专家也以专案组的身份接受记者采访，并表示未来将会利用自己所学，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但让他万万没想到的是，他这边的采访报道已被同步到监狱的电视中去，而监狱大佬的脸上也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아가 훌륭하게 자랐구나.